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23号的年度记者会比往常受到外界更加密切的关注。普京在近4个小时的记者会上说，北约进一步向东扩张是不可接受的。普京表示，是我们在美国边境附近部署导弹了吗？不是，美国带着导弹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В этой связи мы ясно и четко дали понять, что дальнейше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Ну чего здесь непонятного? Мы что ли ставим ракеты рядом с границам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ет. Это же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во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пришли к нашему дому. На пороге нашего дома находятся уже.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普京的这番话似乎是为了向国内民众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俄罗斯不会被西方吓倒，但同时仍保有妥协的余地。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谢尔盖·马尔科夫说：“从语调来看，是普京非常严厉的措辞，这确实是最后通牒。”据法新社12月17号报道，俄罗斯公布了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提议。根据这些提议，北约不得增加新成员，这主要是针对意图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另外，美国和北约不得在前苏联加盟国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宣布，俄军已完成今年所有任务，战斗力得以提升。他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完成2021年的所有既定任务，战斗力提升了12.8%，而俄3位一体核力量的现代化水平达到89.1%，创下历史之最。俄罗斯还明确向外界公布了3款杀器，即将很快部署首个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团，2022年列装暗射型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大力研发新一代高超声速武器替换先锋。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明年正式服役，无疑将成为北约的噩梦。在俄罗斯3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陆基核力量是基础和支柱，而萨尔马特被认为是不怒自威的新柱石，是美国等北约国家的噩梦。那么，萨尔马特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呢？一旦列装，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力有着多大的提升？2019年6月27日，俄罗斯首次公开萨尔马特的技战术性能。这款洲际导弹长35.5米，直径是3米，起飞重量为208.1吨，比4枚亚尔斯加起来还要重，接近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服役的 R36M， 也就是西方所称的 SS-18萨旦导弹，成为俄军战略导弹史上第2款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型号。萨尔马特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可携带10枚重型或15枚中型分导核弹头，1枚萨尔马特可以摧毁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如果不携带分导式核弹头，萨尔马特也可以携带3枚 YU-71和24枚 YU-7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先锋既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而它最厉害之处是能以20倍音速飞行，每小时能飞行上万公里，而且能够在大气层边缘和大气层内进行打水漂式的跳跃滑翔飞行，使敌方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难以拦截。在打击范围方面，俄罗斯公布萨尔马特的射程高达18000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如此巨大的射程，显然也是为了突防需要，使萨尔马特进攻时能够不走寻常路。比如，按照一般的思路，俄罗斯的陆基战略导弹威慑美国的路线是从北极方向飞往美国本土，萨尔马特呢则可以绕到南极，避开美国的反导系统，然后回身打击美国境内目标。可见，萨尔马特不仅威力惊世骇俗，出众的突防能力，连美国的反导力量都感到力不从心。根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今年3月发布的俄罗斯核武器2021报告，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拥有6型共计310枚洲际弹道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总数达到1189枚，但其中83枚是苏联时期服役的，约占陆基洲际战略导弹总数的26.77%。那再过几年，这些导弹都将达到退役的年限，因此俄罗斯近年来的大动作之一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核武器现代化改造。
普京日前曾讲到，俄罗斯和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保持均势，但在新武器方面，俄罗斯领先美国。他口中的新武器就包括了萨尔马特。萨尔马特一旦服役，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将具备更强的打击能力。就在俄罗斯公布3款杀器之后，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愿意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坐下来谈，并且愿意就俄罗斯列出的清单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美国在目前的形势下跟俄罗斯重新坐下来谈判，事实上是屈从于目前的形势，特别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不过，12月21号，普京在对莫斯科的高级军官讲话时表示，他不再将西方国家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一直在寻求美军在俄边境的书面保证，但即使有了书面保证，也不能依赖，因为美国很容易退出他不感兴趣的国际条约。俄罗斯现在明显在做2手准备，那其中一手呢是对外已经放出了大量的这个和平的诚意和谈判的信号。普京总统早就明确表示过要和西方、要和美国进行这个谈判。那这个谈判显然是一个和平的目的，是释放大量和平诚意的。美国也承诺过不再推动北约东扩，但是现在呢，明显就是要推动要把乌克兰也纳入北约。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他自己的各种承诺然后呢，做这些事情这政治上的动作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底线。俄罗斯还不断打磨自己手中的利剑。12月21号，俄罗斯海军同时接收2艘核潜艇，分别是北风之神 A 型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奥列格大公号和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新西伯利亚号。俄总统普京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了交付仪式。普京表示，奥列格大公号配备布拉瓦弹道导弹，而新西伯利亚号配备口径和镐玛瑙巡航导弹，不仅能够有效打击海上目标，而且能够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的打击。目前俄罗斯的总的国防预算还是相对局促，而现在俄罗斯优先发展这些武器，就意味着，如果在军事冲突的发生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潜艇力量很有可能出现在作战的前沿，以这种隐蔽的方式向对手发起高烈度的远程打击，而这样的打击力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小看的。